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重装机兵回归。今天应该是流程的第4期。咱们上一期的末尾到达了弗里镇，这个镇子有一样最重要的道具——金属探测器。有了它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去扫描地面的隐藏的道具，甚至包括战车。那本期呢，咱们有很多的任务啊。首先就需要找到地面的这些隐藏的道具。第二呢，把车挖出来。第三呢，干掉3个赏金手。没错，本期咱们要干3个赏金手，其中有2个都是回归这个版本新加入的赏金手，一个是甲壳虫战车，另外一个是铜管乌贼。最后呢，咱们把那个大楼给推了。任务比较多，咱们已经上路了。首先是在这里这个补给站，这个补给站呢，咱们可以在它地下挖到一个主炮。这个鼹鼠啊，它潜到了地下，这样我开车的时候压到它了。这家伙是个地雷。补给小屋的身后，好，就是这里。在大地图上，这个补给小屋的身后呢，也有一个地洞。很多小伙伴可能误会呢，主炮要到那儿去找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在这个屋子的身后。105加农炮，这个加农炮目前来看呢，它是不如电头货的，电头货可能口径已经到达了115。弗里镇大概卖的是115T。行了，这个地图的右上角，咱们探索一下，大概有5500块钱。激光蚯蚓这个怪，小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深，因为我在山洞里边去找战车的时候，经常被它打，而且它打一下还是比较疼的。不过它比较脆，而且给的钱也比较多。那这个山洞呢，是我小的时候玩重装机兵的时候第一个练级和打钱的场所。打一仗的话，少则200-300，多则500-600。这里又有5500。而且呢，本期咱们还要打3个赏金手，这3个赏金手的赏金都在1万以上。再加上咱们打的这些怪、象牙等等，然后大楼里还有金棒。打完这期呢，咱们至少可以赚个6-7万块钱。去掉了买装备，还能剩个5万左右。好，进这个山洞。这个山洞里呢，咱们主要是挖战车，但实际上这个战车在里边是一个解体的状态。它呢是有发动机、C 装置，还有战车本体。战车本体应该是带着一个主炮，好像是没有副炮和 SE。而且呢，咱们还能捡到一个80的装甲包。这个山洞里边还有一个安全帽，是人类的装备。咱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拿走。咱们是勇者，所以说东西没捡就算丢啊。这个山洞里呢，2种比较讨厌的敌人，最讨厌的还不是激光蚯蚓，而是刚才那个酸蚁。所以我买了一些碱性的车蜡，防止呢战车被它的酸喷到。好的，捡到了一个 C 装置。小的时候不知道 C 装置是什么意思啊。其实就是坦克的电脑控制装置。又有酸蚁，先把它清掉。我的2号战车啊，没有主炮，现在带着的是一个副炮。都别说2号战车了，所有的战车都没有主炮，全都是副炮啊。重置版呢，加入了很多的快捷键，我这里就直接调出了人物的菜单，直接就可以使用道具了，比较方便。那这个快捷键系统呢，在后面的重装机兵系列发扬光大了，可以把道具直接登录成快捷键，直接就用出来，更加的方便。
好，战车是在这边，咱们应该还需要再下一层。先去找保险，不是安全帽，安全帽啊！激光蚯蚓，4个导弹蛙，这一下又不少钱。那流程当中，其实很多的随机的御敌我已经给大家掐掉了。细心点的小伙伴可以看出来，有的行驶过程当中，略微有的地方感觉不是很自然，有一点卡顿。就在脚下，这是一个人类的帽子，但是这个帽子的防御力已经很一般了。我人类的装备很久没有更新了。啊，这个货自己转过来，我没有掉血，然后呢，他挂了，给了咱们的经验和钱。打完马歇尔之后，咱们的人类装备就没有更新了。在大楼里边有一个新的赏金手，它是一个白刃战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打它。大楼倒掉之后，你开着战车在岛的附近再去找它。但是呢，虽然简单了，御敌率就比较低，这个大家自己取舍一下。因为这个铜管乌贼，如果白刃战的话，还是有难度的。这个货会给你增加大量的异常状态，攻击力也很高。好吧，咱们把这个战车带走，直接我就把它拉回家里的车库了，因为这个战车实在是没什么亮点。首先，它的底盘重量太重了，10几吨啊！也就是说，同样的车一起开出去，它比别人少1000护甲。初始的底盘防御力也是100，其他车改到100的话，也就5、6吨重吧。好的，咱们的车拿回来了，地面的隐藏道具也探索的差不多，这样开始攻略这些赏金手了。首先就要搞这只大象。搞大象之前，把道具先搜刮一下。这些现在来看都是小钱了。咱们最开始从拉多镇出来的时候，要去找第一辆坦克的时候，那我找了3个灭火器，在小镇里边，3个灭火器能卖180，180的话你就足可以换一个最好的武器了。但是现在18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算什么，所以很多你像旅馆里那些什么松的肥皂啊、松的拖鞋啊，我已经不太想拿了。这些冰箱拿起来还是考验走位的，但是没多少钱，一个坚硬细胞也就20-30块。好，再往上，这片冰面呢2个入口，就利用这2个入口吧，拿冰箱里的东西。好，咱们走人了，东西拿的差不多，再拿呢也多不了几块钱。往下层去了。大象，打这个大象之前，我已经把主炮买好了，现在应该是3门115T。下楼就是了。那大象旁边有一个道具，而且打完大象之后呢，在它身体下方能够找到一个象牙，也是能卖钱的。好了，开打。我经常按错快捷键，什么上下坦克是一个快捷键，然后调查、对话，这都是一键的。来吧，用主炮轰了。我刚才谁轰了3点？3点可不成啊！这家伙8、900的血呢。按这个效率的话，咱们要打个10回合左右。这3辆车的底盘
防御力我已经都给改了，改到了100左右。这样的话，在游戏的前中期还是能够吃得开的。到了游戏的后期，逐渐的我要把这些坦克的底盘防御提升到150到200左右。后面的坦克底盘防御率比较高，有的也需要改一改。大象最狠的就是这个冲撞，它呢有几率撞坏咱们的零件。刚刚把谁的主炮和副炮给撞坏了？好像是2号车的。是的 ，SE 口的主炮还有副炮都黄了，黄了还可以用，等红了呢就是彻底损坏了。好，这里它放了一个冷气，那怎么解决这个东西呢？咱们坦克如果装备了暖气的话，是可以抵消它这个。另外呢，如果你装了空调，空调既可以换气，又可以制冷，也可以制热。本期之后吧，我去买一买这些东西，因为到达这个镇子之前，咱们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好。这个冲撞还是 AOE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的时候，到这儿已经有军号了，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吹军号，然后无敌的状态打他。但是重置版基本上就是拼硬实力了。好了，推倒了3000的经验，好多呀！有小伙伴升级了，那象牙捡走。猛犸象牙，感恩2行啊，这是一个 C 装置。咱们继续找下一个闪金手，这个闪金手呢就在弗里镇的东北方的沙滩上，它叫做甲壳虫战车。这个战车最讨厌的一点是它的大灯，你看它是一个车呀，它是有车大灯的。对，它这个灯晃你个3-5次，你的命中率、攻击力就下降很多了。这个车本身的血量不多，和之前的猛犸象差不多，但是最讨厌的就是它总拿车灯晃你，导致你很难击中它。我的炮弹打上去经常被弹飞，其实不是我的攻击力不够，而是这个命中的问题。打出会心一击能打70点，这个货也有800-900的血。又拿大灯晃我呀！就是平常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车大灯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喜欢啊！不要总晃我呀！啊，晃了我5次了吧？我已经瞎了。车灯不需要太亮，有就成。还在晃！天哪！看啊，我的命中率啊！轰他吧，反正主炮还有弹药。主炮的弹药打光之前，我估计差不多他能挂。这个货的赏金比猛犸象要高，猛犸象是1万，它大概要12000左右了。这也是本作增加的一个新的赏金手。其实如果硬实力的话，它一般。最主要就是它大灯的这招，降低命中率，太讨厌了。刚刚他伸出嘴来咬人这招，应该是有几率啊，去破坏我的车辆装备的。还好，还好啊！我的发动机买的新的，车的护甲还不少。它已经被我穿甲弹把零件打坏了。
都是我的回合了。好的，推倒。你看他的经验比猛犸象要少啊，还爆出一个甲壳虫室。这个甲壳虫室呢是一个发动机，看只有8吨，一个垃圾啊。咱们回来领一下他的赏金，然后呢就向大楼去了。大楼我记得里边的新的赏金手呢，我之前的直播版本是白刃战打的，在大楼里边打的。那这次给大家录制呢，就先把楼拆了，到外面打他吧。领了赏金12000啊。大楼就在沙滩的左侧。又是激光蚯蚓，钱啊！这个一定要打。行，下车。这个楼里边，除了你要解决这对炸楼的父女的剧情，另外你还要拿楼里边的道具，因为这个楼里边的道具，如果楼塌了之后你就拿不了了呀，所以一次性要拿光。道具的话，在6楼、13楼、19楼和20楼。那其中20楼的道具是比较隐蔽的，它一个在抽屉里，一个在木箱子里。哎呀，这个小妹妹跑什么呀？大叔不是什么好人，不是，大叔是好人。还跑还跑。哎，他怎么突然间跑楼上去了？这个神奇啊！对，他就是从这个门出来的。这个小女孩的妈妈跑了，然后她父亲带着她去追，好像后续的剧情里见不到她了。我还挺期待后续剧情发展的。毕竟游戏的剧情还是初代的剧情，所以说很多地方没有交代。那在后面的2代的重置、3代、4代等等，像这种支线的剧情就比较丰富了。把电梯的电源打开，这样咱们开始搜刮楼里边的道具。如果遇到赏金手的话，咱们就跑。先去6楼。1495块钱，感觉本期的钱真的打得超级赚啊！那之前也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你的地铁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给我们演示啊？咱们拿完洪亮的坦克之后再说。”好，在这里遇到了铜管乌贼，好吧，好，摸了我一下。230的血，哈哈，好疼啊！他如果激活你一个角色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扑街的。金棒，金棒卖钱啊！金蚁，哎呀，本期我感觉真的财运好旺啊！那3个赏金手的钱，然后捡了象牙、金棒。另外找战车的时候，在那儿也没少赚了18000块。19楼，19楼一个宝箱，这也是这个楼里边最后一个宝箱。20楼的道具呢，咱们先看抽屉吧。捡完抽屉再捡木箱的，给大家演示一下位置。保险柜里什么也没有，这好，这是个抽屉，然后下边的木箱，好，在这个位置，给大家省略时间了。实际上我3个木箱都调查了。顶楼，
个男的在这儿，他还挺怕高的，但是呢，老婆跑了，他也鼓起勇气，带着女儿要把这个楼给推倒，然后呢过海，所以说还是挺有勇气的。好，这次和他对话呢，这个楼就没了。这里的电梯也是他操作的。挺好的楼啊，可惜了。准备好了，宝箱我都拿完了。BOSS 的话，开车打。他把炸药放到了4楼。哎，跑了！你倒说一声啊，这爷俩跑得快，我的天啊！我不会被埋了吧？太坑了啊！这里呢增加了一个动画，这个是红白机版没有的。这里就非常形象了，解释了这个楼这样倒了之后，他们怎样就可以通过了。上车吧，咱们向左边走。左边的这几个岛的范围之内就有几率遇到铜管乌贼，但是几率真的比较低啊。我目测几率在%个位数。拿炮轰的话就简单多了，看血量也比较多。混乱了。铜管乌贼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咱们混乱、催眠等等这种异常状态。好，终于干掉了。那咱们去下一个镇子了。这个铜管乌贼啊，讨厌，先把你吹混乱了，然后再摸你。他的触手摸一下还很疼。这个镇子呢是改造的天堂啊。但是我要先领一下赏金了，后面咱们有比较好的坦克的时候，咱们再回来改造。哇，钱都要上7万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咱们存档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